看到阳包阴的股票，你会买入吗？在图中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次阳包阴，如果直接买入的话，你会发现买了就跌。到这个位置呢，还买不买了？买了就继续下跌。包括这个位置的阳包阴，买了还是又跌了。当你对阳包阴彻底失望的时候，又来了一次阳包阴，你买不买？经过了连续4次的教训，肯定不买了吧？不买就是一波连续的大涨。那为什么都是阳包阴，有的跌有的涨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只股票阳包阴买入的概率，在图中符合阳包阴的形态一共有4次，其中失败3次，成功1次，成功率仅仅只有 25%。 如果你还是按照常规的阳包阴，可能就很难避免被割韭菜的命运。这种交易还不如阿哲抛硬币来的更靠谱。那我们应该怎么优化阳包阴的成功率呢？学习之前你可不要忘记点赞订阅阿哲频道哦。我们继续看，先说基本的常识，关于阳包阴的形态细节。很多人理解的阳包阴都是普通的状态，也就是阳线的实体吃掉了阴线的实体，它可以是这种反包的形态，也可以是这种超越的形态。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阳包阴是严格版的阳包阴，它要符合3个条件才行。第一个是阳包阴必须是收盘价包，而不是盘中的上影线包。第二个是收盘价要高于前一天的最高价，而不是开盘价。第三呢，阴线前如有缺口，必须把跳空缺口给补上才行。阳包阴具体又可以分为3种形态：窗头破脚型、旭日东升型以及跳空上涨型。严格版的阳包阴出现，代表主力坚决做多，上涨意愿强烈，走势很容易形成向上反转。若再结合成交量进行分析，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现在你就学会了分辨普通版和严格版阳包阴，这已经能够帮你去除掉许多失败的交易信号了。你会发现下跌图中反转趋势的阳包阴，比如1号和2号这种位置，大多是严格版阳包阴。而在市场下跌或大涨后，出现这种3号普通形态的阳包阴，往往你要小心了，千万不能以为是上涨信号，不然就很容易买入就下跌。这里出一道简单的题目考考你，4号位置出现了一组阳包阴形态，如果你认为它是普通版，可以在评论区回复1；如果你觉得它是严格版，则回复2。当然，如果你觉得它啥都不是，可以回复3。看看你是否真的学会分辨了。回过头，我们看到刚才的股票，通过形态的学习，我们可以把4次阳包阴的交易信号进行优化。比如第3次出现的阳包阴就是普通形态的阳包阴，这种信号要剔除。再次统计交易数据，目前我们依旧会有2次失败的交易，成功率也还是仅有 33.3%。 不要着急，这只是第一步。前面我们提到过，阳包阴如果结合成交量一起分析，成功率会再度拔高。量是因，价是果，想买入大概率上涨的阳包阴，需要深入研究量的因子，根据成交量进行优化。阿哲总结了2套比较实用的方案，分别是高量反包和高量支撑。当你掌握这2套方案以后，在阳包阴交易方面将会兼顾安全性与爆发性。这也是我们量学小课堂第12讲的内容，背阳包阴。成交量对于市场就如同水对于人类一样重要，有量市场才能活，有量市场才能动。所以阳包阴形态中的阳线必须是放量为佳，比如图中2次出现的阳包阴就相对合格。那为什么第1次出现带量上涨阳包阴，市场没有活跃，没有转向，而第2次却出现明显的趋势反转？其中的原因就是某一时刻市场所需活跃的量能是不同的，但必然表现是异于寻常。所以我们要求此次的放量需要倍高量。首先它是倍量，当天成交量比昨天大了1倍以上。其次它还是高量，
你会发现此处放量基本远超前期量能，而第一次放量阳包阴虽然看似也放量了，但其实实属寻常。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就是我们的第一套方案高量反包，同时它也是被阳包阴。而第二套方案它属于辅助方案，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的去交易。用到的知识来自于量学小课堂的第4讲高量警戒。我们需要寻找到市场的关键短线支撑，而这肯定非高量阳柱莫属。当我们进行阳包阴交易时，如果股价处于调整状态，但是并未跌破高量阳柱，说明调整更容易是洗盘，而在高量不破的前提下，我们介入的阳包阴也更容易是低位启动的阳包阴，买入后以警戒线作为止损即可。当我们进行了量价双方面的优化后，阳包阴的交易会变得如何呢？我们先标记这只个股出现的阳包阴，先从价格方面排除掉普通版阳包阴，再从成交量方面我们剔除放量不佳的阳包阴。从安全性考虑，前期跌破了高量柱的行情往往在进行交易，短期风险非常大，所以将短期空间有限并且风险较大的阳包阴交易信号我们也进行剔除。那么还剩下2次阳包阴交易信号，一次是明显的被高量阳包阴，下跌趋势在此处出现转变；第二次是底部2次回踩，而高量阳柱没有跌破，是安全位置上出现的低位启动阳包阴，也是被高量阳包阴。这是我们对于阳包阴最优的选择。最后我们再统计一次交易数据，共交易了2次，失败0次，成功2次。在这一阶段，这一个股我们实现阳包阴交易信号100%胜率，这就是我们对于交易信号的优化方向，也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你平时喜欢用什么信号做交易呢？能否再进行深入优化？希望听完本视频对你能够有所帮助。视频的最后记得点赞订阅阿哲，更多技术分析等你掌握，下期更加精彩，我们下期再见。